白的、红的、黄的，加上打的杏仁浆，这种组合，对，绝配。二位好，师傅好。哟，今天刚才来了。哎，大爷好，好久没见了啊！大爷好，想大爷，想师傅了。大爷你啊，年轻就是好啊，哎小脸红乎乎。红乎，嘿，这边今儿做什么呀？大爷，您看见没有？您看这原料，您能看出来吧？你看，又把这现代化的东西用上了。哎，我看这个是芋奶头，芋奶，这芋奶可好哎，这有超市现成的。如果说家里没有的话，买那大芋头、小芋头都可以。对，那种小芋头削了皮，也蒸。但是那个没有这个好看，没这个有点小黑，里边小黑斑似的。对，这个还软和。哎，你看小刚强修了点芒果，哎，你这个又夏季，你看特别适合冰糖。你看见没有？红椒豆，哎。这是杏仁，你看这天吃这玩意儿太好。桃胶，嘿，我看这还弄两个杏仁露，哎，这又是甜品，嘿，二班现在对甜品比较感兴趣。这些日子高兴就做甜品，哎，对，等我心情差点的时候，我就做黑料。哎，开始吧，开始了啊，开始。哎，您看没有？第一环节，调味怎么样？先磨杏仁是吧？对，咱们先把杏仁，对，干杏仁泡了就行。干杏仁。泡开了就行。这一个杏仁露还放杏仁干嘛呀？嘿，增加香味。哎呀，这食材啊，这好多货真价实，这是。换个水，干净水吧。哎，这是我们跟师傅走研发的甜品，也有10来年了。哎，是吧？啊，嘿，跟牛奶似的了啊！嘿，你看，齐活了，你看没有？在酒店咱讲究，咱做细点，是吧？下一步咱先把这个煮了。小芋头放。嘿，你看乒乓球似的，乒乓球就是叫乒乓球啊！哎，煮一会儿。下一步呢，咱把这个加芒果切了啊，切成小方块就行了。哎，看着这五颜六色，心情更加愉悦。哎，对，是吧？这夏天反正就燥。对，热吃也可以，凉吃也可以。对，最好是凉着吃。对，热吃也非常甜。对，那已经没味儿了。我就要这色儿。得了，好。下一步，这个必须得煮透了，对，熟了，飘起来，你看飘起来煮软了，弄，现在还硬，盖上盖再煮它一会儿。好啊，糖要不要煮？糖的要煮，哎，那就可以放进去。好，哎，冰糖，这菜就我看了，完成一半了。这小块出的啊，不着急不着慌。大爷，您说中餐和西餐哪天我跟他们探讨什么区别啊？西餐做菜里边做工精细，对，标准化做得好，对。但是中餐也有中餐的特点。其实啊，我们这个前期的工业化生产还没达到一定程度。对，但我们中餐呢，还保持着原来的一些原始生态。那您说为什么大爷啊？中餐这就是中餐特点。哎，品种繁多啊，做工复杂。对，适合你，但是它有时候不适合我。适合川菜又不可能不适合粤菜。中餐呢，它是讲究五味调和。对，是吧？运用调料的变化，让多种调料。让它出不同的味道，有层次感。还有呢，还得通过不同的烹调方法，对，产生出不同的味道。对，还有呢，不同的刀工产生不同的形式。嘿，哎，你瞧瞧，嘿，这问题就来了，一切今天又没白来了，没白来，就每次都跟上课一样。对，啊，不但你有收获，我也有收获。是啊，我要省事啊，我就买1个大芋头，我就切成菱形了。对，哎，切的小一点啊，哎，把它呢1切2，哎，切的还挺好。哎，这再煮一会儿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大爷，您看这就差不多了吧？哎，差不多了，咱们就煮这个腰豆是吧？你看，哎，这腰豆本身就是熟的。对，这桃胶呢，头天一泡就行。对，太多这头天晚上下来，昨天晚上下来已经软和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是倒杏汁了啊！好，杏汁浸，这是关键。对，打好的杏汁。哎，让它一块煮上这块，越煮让它这个香味让它释放出来。对。那这样子可不能浪费，这咱们能做好多好吃的呢。对，我们熬点杏仁粥，在家里边这点东西别糟蹋了。搁这边里头，千万别倒了，这个到时候我打锅走啊，这个没有了。这也真香，舍不得我就给拿走。对，先倒露了吧，杏汁啊，你看啊，哎，露露也这里边也杏汁、奶浴、青桃胶，
咬人呀，咬人。哎，喝奶的可以给点奶啊。这熬里有这黏糊啊，行吧。放桃胶了啊！对，这桃胶一下去了啊！关火，就得关火了啊！哎，关火，这不上好，出锅了。那好，对，这才美好。你看太上汤了，冷喝热喝都好喝。对，适合冬天、夏天都可以。哎，好了，帮我烫一样，大回就往这一炖，行了，你看没有？杏汁香芒咸奶玉，嘿，这边好听。嘿，哟，谢谢谢谢，嘿，谢谢二位，先让大爷尝，谢谢二位，谢谢二位，我给你上，好好好，最大那块头就给大爷，哎，大爷养颜了，可以两年。哎，真好吃，但是确实好吃，确实好吃。对，芋奶就小芋头啊，软糯，杏仁的香甜，加上我们水果的果香，再加上桃胶的这种滑嫩，是一道很养生的一道甜品。不管冬天喝、夏天用，是一个甜品的上场。大爷有点过高评价了，不是过高，谢实事求是，大爷是实事求是。的，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。我一般的不会夸人，对，但是我要真要夸了，我得往好了夸。你知道吗？这人啊都爱听好话，我听完好话我也挺舒服。确实好，确实好，确实好。你看，来，白的、红的、黄的，是吧？你看各种颜色，加上再搁这杏仁打的杏仁浆，真妙用，哎，妙呀！这个其实这个我们要综合论传统的说啊，它没离开根本。对，杏仁茶，对，是本是吧？对，是它的根本吗？对，哎，它又加了点杏仁露，对，哎，这是一种结合。对，芋头不管是咸吃、甜吃、烧肉，没问题啊。对，哎，但是我们要把它做成甜的，做成蜜汁的，做成拔丝的，也非常好吃，非常好。你说这个腰豆一般我们在中餐里边用的不是很广泛，对，广不太多。哎，但是它搁这里边起到一种豆香，哎，而且这腰豆呢，它不是产在我国，是一个进口食品。嘿，哎，最关键这一点，这个桃胶，既时尚又有营养，对，哎，所以呢，这种组合，对，绝配。哎呦，谢谢大爷了！我今儿我得谢谢师傅。我今天又学一招。嚯，这个甜度啊，最关键，甜度适中，这很甜，太甜了不好喝。对，这今天这个又学一招是吧？谢谢师傅，嘿，耶。我亲爱的大爷都没有这东西，是吧？看看几年啊？1972年你看1月，多珍贵啊！你看，这过去就是我们很简单，这就是对我们人生的激励。这是我75年的笔记，上海黎阳春饭店的菜谱，辣子鸡多少钱啊？很便宜，你看加上豆腐这都有，这是我抄他的菜谱啊，这个东西你看，酱爆子鸡，是吧？才7块钱，你看这都是我抄的，然后记的笔记。怎么每道菜怎么做是吧？芙蓉虾仁啊，你现在菜谱都没这么标准，你看啊，你看鸡中蹄筋儿是吧？这都是您扎实的基础。对呀，你看我那时候拼盘，我自己画的小花篮拼成这样，是吧？这是什么？这也是画的之后我要做的这种，底下垫什么东西，是吧？你看金鱼冷盘，是不是？这要垫这东西，这个就根据这意思怎么拼，画了一个这个操作方法，真细。这些东西就是我在上海黎阳春实习的，有这么一个小本本，小本本，唯一的，这是75年我16岁到今天了，是留到现在，珍贵，是不是？这你看，其实这个东西不值钱，但是呢，记录你的人生嘛。你看这都这本呢，也是80几年我在华东，我学习书画的同源，你看学习绘画的，这是我做的笔记。为什么要学画画呢？就是因为那时候为了使这个，也是为了加强这个艺术修养啊。因为你做拼盘啊。这时候多大？那时候20多岁吗？20多岁。你看染花的步骤，你看啊，正面染，你看。这都是您好好学习的笔记。对呀，这都是人生的。对，这叫什么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